你刚成为大明辽东总兵吴三桂不到3分钟，就惊恐地发现崇祯的圣旨已经摆在眼前。奉天承运，皇帝制曰：今刘贼犯境，形势万分危急，着加封山海关总兵吴三桂为平西伯，放弃宁远，迁关外百姓到山海关，立即进京擒王。听完圣旨的你陷入了两难的境地，这是一道送命题。如果进京擒王，自己则会跟李自成拼得两败俱伤，最终被贱奴多尔衮趁虚而入。如果抗旨不遵，此时京师兵力空虚，让崇祯独自面对李自成20万大军，则京师不保。你手握着大明最精锐的4万关宁铁骑，是大明王朝最后的牌面，站在历史的风口上，你的一念之差，就会让这摇摇欲坠的大明彻底崩塌。思索再三，你缓缓开口道：擂鼓声仗。不出1刻钟，手下主要将领依次落座，你身边还坐着蓟辽总督王永吉。王永吉按照品级是你上司，他也同样收到了崇祯的圣旨。你扫视一周，便开口道：各位，圣上有旨意，刘贼犯我京师，让我等放弃宁远，携百姓退入关内，进京擒王。听完这个消息，众将面面相觑。在他们的印象里，进京擒王可不是什么好事情。上一次进京擒王的袁崇焕掉了脑袋，祖大寿也寒了心，不打招呼便回到了辽东。你看到了大家的顾虑，随即提高了嗓门：众位，皇上待咱们关宁铁骑不薄，国库的银子都是紧着咱们用。今天皇上命我们进京擒王，我们该如何应对？所有人都被你的表演感染了，誓死效忠朝廷。王永吉这时候屁股有点坐不住了。这次收到圣旨后，他还害怕你阳奉阴违，现在看来是他多虑了。想到这里，他站起来，对着你抱拳施礼：吴总兵对朝廷忠心耿耿，皇天可鉴。我王永吉自愧不如。你赶紧回礼：总督大人，军情紧急，请总督大人带领关宁百姓后撤，山海关总兵高第会前来接应。兵贵神速，我将率领关宁铁骑精锐，星夜驰援京师。紧接着，你命左右取来地图，开始进行调兵遣将。历史上，李自成兵分2路北伐。今天是3月初1，李自成在宁武关遇到了代州守关总兵周玉吉激烈抵抗，也是唯一一次。随后，宣府大同相继投降。3月15日，李自成到达居庸关，昌平总兵唐通不战而降。3月16日，李自成就已经抵达北京。直到3月19日，崇祯自挂眉山。3月初1，刘贼刘方亮部攻克真定，5天后现保定，兵锋直逼京师，最终在21日跟李自成完成会师。你的计划是先集中优势骑兵，在3月初9前重创刘方亮部。紧接着掉头向西驰援居庸关，与唐通合兵一处，依靠坚固关隘，坚守居庸关几天，消耗李自成锐气。历史上，唐通守居庸关，监军太监杜之治先投降，唐通才献关投降。在那个年代，带领4000兵力守居庸关，面对李自成10万大军，没有先投降已经很厉害了。坚守居庸关几天后，就撤兵到京师外围。此刻，山海关的守兵也将赶到京师，协助守城。内外夹击下，李自成想攻破京师就难了。加上他在京师外围，那些投降的大臣跟太监也会掂量掂量。此后就耗到李自成退兵或者跟朝廷讲和。你扫视一圈，众将听令，高德杰，你率领麾下12万人马，带上辎重驰援京师，10天内赶到京师，协助防守。马宝、王平藩，你2人带领手下精锐骑兵和鸟铳骑兵，随我奔袭刘方亮部。所有人辰时吃饭，4时出发，不得有误。众人齐声回命，谨遵军命。众将领命而去。此刻还是卯时，室外还是一片漆黑，点兵堂内炭火燃烧个不停，房间内就剩下你和方光琛。一直没说话的方光琛终于忍不住了：吴大人这样做太凶险了，你对方光琛还是很信任的。回过头看着方光琛，你开口说道：愿听先生指教。起义大军退入关内，这件事肯定瞒不住关外的贱奴，万一他们引兵来攻，关宁总兵力满打满算也就3万2千，1万关宁铁骑，大人一下子抽掉了2万多精锐，剩下万一守不住就麻烦了。其二，李自成号称20万大军，咱们关宁铁骑虽然战力不俗，但对付李自成20万大军，胜算不多啊。我怕把关宁铁骑老本拼光了。你点点头，我们只有1个月时间，如果京师失守，那么贱奴得到消息后会立刻入关；如果战事焦灼，贱奴会推迟入关，待2败俱伤，坐收渔翁之利。我希望先生能够助我一臂之力，增加我的胜算，请大人吩咐。你说完就对着方光琛吩咐了3件事情：一是请方光琛写一篇招募人才的公告，帮忙招募人才。你准备在天津小站练兵，在北方广泛招揽贤才，打的口号都是拯救大明，并且写上俸禄：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。3贵奉命秦王，广招各路才俊，求贤不拘一格，文武皆可行，莫作李广之谈。今朝报国请缨，行武之人行武之事，就得干净利落，简单明了。凡有真才实学，最低月俸禄起步20两。这些人才既包含文臣谋士，也包括沙场悍将，还包括精工巧匠等。这些人才将成为你图谋天下的关键一环。二是让方光琛组建内务处，全面负责关宁军的内政后勤，等打下地盘后，直接进行治理。三是让方光琛联系福建那边的荷兰人，最好重金带几个过来，想办法搞到西方最先进的火器和制造工艺，日后对付贱奴少不了火器。至于贱奴，我们根据京师的情况再做决策。说完这些，方光琛对着你深施一礼，满心窝子都是感动。人与人之间最缺少的是什么？是信任。说句实话，以前方光琛在你这里充其量就是个谋士，每次都是你有问题请教，然后他给出几条计策，剩下都是你自己去执行。这次你交付给他这么多重要任务，说
说明自己在你心里的地位很重要。再加上你目标是帝王，也许自己真的有机会成为姚广相，成为改变历史走向的关键人物。想到这里，方光琛心里的欲望也被燃起来了，内心的干劲更是十足。毕竟造反这件事风险大，但是收益也很高，一旦成功就是封公封侯，成为朝廷勋贵，爵位在子孙后代传承。随后的几天内，方光琛就开始着手对你交代的事情进行缜密谋划。他已经成为你的内阁首辅，一队一队人马带着各自的绝密任务，从宁远城奔向了大明不同方向。随着你的一声令下，宁远这座军事重镇忙碌了起来，有做饭的，有整理辎重的，更多的是各种传令兵穿梭其中，不停地传达总督府的号令。辽东你麾下总兵力也就32000人，其中精锐的骑兵大概在9000人左右，也就是所谓的关宁铁骑。他们装备精良，全员身披重铠甲，配备双马甚至3马，是大明最有战斗力的军队。剩下的大部分是守兵，善于守城，不善于野战。山海关总兵高第手下有兵力12000人，大部分也是守兵。巳时已到，你率领马保王平藩带领着骑兵先行出发，王永吉则组织百姓，在高德杰的护送下，以最快的速度向山海关急行军。天黑时刻，宁远城已经成为一片死城。宁远城今天一举一动都被远处的箭弩尽收眼底，一队将这里的情况600里加急送入盛京，剩下的一部分进入宁远城查看虚实，一部分原地接应以防有诈。命令下达，两队人马迅速消失在黑暗中。京师往南300公里的真定县，真定衙门大堂内，刘方亮端坐在县老爷的位置上，思考下一步的计划。李自成交给他的任务是出太行后，从河南进入南直隶，配合李自成北路人马，截断崇祯帝南逃的路线。跟李自成在宁武关遭到激烈抵抗不同，刘方亮部一路几乎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，一般都是路过一个地方，抬出大顺的军旗，当地官员就会主动开门纳降。出乎意外的顺利，让大顺南路军上下都放松了警惕，沉浸在大明已经亡了的错觉中。不过作为李自成手下得力干将，刘方亮还是不敢掉以轻心。拿下真定后，刘方亮一面令大军休整，南路军虽然没打过什么硬仗，但一路急行军也让所有人疲惫至极，一面往外派出了大量的探马。这些探马在南直隶撒下一张密集的情报网，一旦崇祯帝南下，他可以随时去拦截，只需要缠住崇祯帝，待李自成大军一到，崇祯是插翅也难逃。谨慎起见，他手上兵马不多，深入南直隶不是明智之举。将军，我们什么时候拿下保定？刘方亮手下跃跃欲试，另一名将领附和道：是啊，据探马回报，保定府知府已经把大顺的旗子都给立起来了，就等我们进城接收了。刘方亮作为李自成手下7大虎将之一，此刻头脑还无比清醒，他们的任务是阻止崇祯南下，其次才是接收地盘。不急，刘方亮端起酒杯向手下敬酒。保定府如探囊取物，皇上交给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拦截崇祯南下，而不是抢占城池。如果崇祯真的南下，后患无穷，我们也难辞其咎。众将纷纷点头表示同意，毕竟论谋略，刘方亮已经是众人中天花板，他们中不少都是明军降将，刘方亮怎么说，他们就怎么干。传我命令，大军原地休整2天，补充粮草，养精蓄锐。另外把所有探马全部派出去，密切监视运河两岸的一举一动。2日后，真定府留下1000兵马，其余所有人马去保定府潇洒。众将纷纷领命而去。经过5日急行军，你率军已经来到了京师。此刻京师早已没有往日的喧嚣，到处一片萧条破败之感，加上此时鼠疫横行，到处都是尸体，一副末世光景。你没有把自己的计划告诉崇祯，现在的朝廷内部乌烟瘴气，很多大臣勋贵早已经准备后路，来上朝的大臣更是一天比一天少，气得崇祯直跺脚。兵贵神速，把自己的计划透露给崇祯，崇祯这个大嘴巴子肯定要在朝会上广播，只需告诉崇祯自己先锋已经到了京师附近即可，给崇祯鼓励，给大臣一点希望，让他们依靠这点希望抓紧时间巩固城防。因为只要你这股势力在京师外围，那些带路党还是要掂量掂量。同时这几天他已经密信一封给唐通，告诉自己回来驰援居庸关。此刻的唐通已经到达居庸关，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。唐通手下兵马只有4000人，正愁如何抵御数十万的大顺军主力。看到你的来信后非常高兴，至少多点人马，他也就多点希望。同时按照你信的内容，唐通喊来左右亲信，开始吩咐道：马上对居庸关外坚壁清野，将百姓悉数迁入关内，不要给李自成留下一个百姓一粒粮食。同时马上按照吴总兵的办法，将感染鼠疫的百姓士兵尸体收集起来，沿着刘贼所经之处投入水井河流等水源地。亲信领命而去。此外唐通还按照你的建议制作了几个抛石机，至于用途你没有明说。此刻的唐通眉宇间紧锁的疙瘩终于稍微有点舒展，你这支援兵的希望虽然渺茫，但总比没有强。刘方亮方面，3月5日，刘方亮已经接手了保定府。刘方亮在保定府以北驻扎了下来，还是之前的老办法，他在等李自成主力的消息。一旦受到李自成攻破居庸关，他就立马率兵北上，跟李自成合兵一处，包围京师。到时候崇祯想跑也来不及。在得到李自成主力的消息之前，他的核心任务还是养精蓄锐，打造攻城器械。毕竟京师的城墙又高又厚，他要招募足够多的百姓。刘方亮非常擅长土工作业，也就是常说的挖地道方式工程，在隐蔽处通过挖地洞挖到城墙角，并在城墙角放置足够的火炮，从而把城墙炸塌。此前的刘方亮靠着这种办法攻破了不少城池，为李自成立下赫赫战功。保定距离京师也就300里的路程，慢则3日，快则1天1夜，骑兵就可以兵临北京城下。此刻的刘方亮意气风发，信心满满。李自成坐在北京金銮殿，接受百官的朝贺，崇祯也站在人群中央，向李自成3叩9拜，将大明的传国玉玺献给李自成。这场景仿佛出现在刘方亮面前。然后刘方亮不知道的是，你正率领他的精锐铁骑向保定
并杀了你进行的速度非常快，看到刘方亮的探马马上进行射杀。等刘方亮接到有大量明军骑兵出现在附近的时候，你已经距离刘方亮大营不足30里。深夜，一探子几乎连滚带爬跑进刘方亮大帐，被打扰了美梦的刘方亮很是恼火，啪就是一巴掌。没事瞎嚷嚷什么，别屁大点事，就来找本将军。传令兵一脸委屈，紧急军情，皇上打下居庸关了，这可是天大的好事。可探子接下来的话让刘方亮再也笑不出来。距大营背面30里处，发现大量明军骑兵正快速向大营赶来。刘方亮反手又是一巴掌，对着探子大吼道：“可看清楚了，是大顺的骑兵还是明军骑兵？我们探马一接触就会被射杀或驱赶，他们都是多匹马，我们探马跑不过他们，折了很多弟兄。”听完探子的话，刘方亮是倒吸一口凉气，容不得他多想，快去擂鼓声仗。一盏茶功夫，其他将领也得到了消息，纷纷赶来。刘方亮慌乱间，只能吩咐众将结阵御敌。王麻子，只见一个满脸麻子的将军出列，末将在，你率领骑兵前去迎敌。末将领命。王麻子走出帐外，带领骑兵冲出大营，向北方疾驰而去。其他所有人别愣着，背靠大营，按左中右结阵御敌。众人领命而去。刘方亮也冲出大帐，开始为接下来的恶战做准备。瞬时间，刘方亮大营乱了起来。你的到来太突然了，此前他们是攻无不克、战无不胜的大顺天兵，从来没有遇到过像样的抵抗，干的都是3军1帐队的活，所以全军上下都没有人把明军当回事。就是刘方亮自己也想象不到，关宁铁骑怎么会突然出现。就在刘方亮大营阵脚大乱时，你的先锋已经跟迎来而来的王麻子交上了手。王麻子麾下骑兵在3000人左右，与其说是骑兵，不如说是骑手。你看到这群大顺农民骑手的装备，生锈的铠甲头盔，大部分骑手只是挥舞着马刀，鲜有弓箭手，中间夹杂着一些鸟铳手。你左手一挥，左边的马宝便率领2000精锐关宁铁骑冲了过去。关宁铁骑全员披重甲，普通刀剑根本造成致命伤，武器也是3眼铳、马刀、弓箭、鸟铳等，远距离就是鸟铳射击，近距离就是3眼铳一顿乱喷。你可以把3眼铳当成喷子，近距离厮杀。如果敌人身披重甲，可以拿3眼铳砸；如果一般免甲，就用马刀。30不时，无数3眼铳开始喷火，效果如同喷子一样。王麻子一方瞬间100人落马，时不时关宁铁骑抽出了马刀，开始肉搏。战马相撞时，爆发出巨大的冲击波，有不少人甚至直接被撞落马下，随即就被马蹄重重踩死，吐血而亡。因为天太黑，你这边只能听到无数人被践踏死前的呼叫。只一个回合，王麻子这边便被撕开了无数口子。你扭头看向刘方亮大营，没有任何犹豫，带领王平藩率领剩余骑兵直冲刘方亮大营。天亮前杀光刘贼，到保定府吃早饭。看着漫山遍野的高大黑影冲杀过来，马蹄踩在地上，发出阵阵闷响。刘方亮的步兵方阵分为左中右3军，最前面是巨马等障碍物，后面则是密密麻麻的长矛兵弓箭手，在后面是督战队。这些督战队全是刘方亮部的亲兵，除去马宝带领的2000骑兵，你还剩下7000骑兵。他将骑兵分为3部分，左右两翼各2000骑兵，攻击刘方亮部左右军，自己则带领剩余骑兵在距离刘方亮中军大旗500步外对峙。这个打法让刘方亮很是难受，一旦左右军撑不住，他想去支援，你就会趁着中军人员调动、力量薄弱时直冲刘方亮中军大旗。步兵遇到骑兵，除了结阵迎敌外，根本没有任何办法。打败了跑不掉，打胜了又追不上，左右两翼骑兵又分成若干队，向着敌兵方阵的左右角冲去。到了距离就3眼铳、弓箭一起招呼，第1队打完，第2队继续上，第3队准备。漫天的喷子打得左右军士兵抬不起头来，一旦伤亡达到一定比例，由于你的骑兵身披重甲，刘方亮部的弓箭手也试图缓击，除非特定角度射到脸上，要不然很难对关宁骑兵造成伤害。时间1分1秒过去，刘方亮左右军切角已经被撕开一个大口子，看着身边战友，有些人抱着伤口嚎啕大哭，有些人直接倒下，再也没有声音。3眼铳打热了，骑兵又开始射箭。如果说3眼铳死之前还能听个响，那么弓箭对于步兵方阵来讲更加可怕。天空中只有嗖嗖的声音，就像下雨一样，不知道箭矢从哪个角度射入，一旦被射中，基本上就丧失了作战能力。几个想往后退的长矛兵稍微后退了几步，就被刘方亮的督战队斩杀。其他人见此情形，只能祈祷箭矢不要射中自己。刘方亮此刻在等他的骑兵，但他不知道的是，他的3000骑兵在2000精锐关宁军的绞杀下，已经伤亡1000人，连王麻子本人都3眼铳打伤了1只眼睛，在亲兵的保卫下，才得以死里逃生。骑兵此刻已经崩溃。突然，刘方亮左军方向尘烟滚滚，有大批骑兵，从模样来看是大顺骑兵。咱们的骑兵回来了，这仗打得太憋屈了。一时间军心大振，刘方亮也做好了准备。中军大旗缓缓向前，刘方亮这是做好了出击的准备。你也发现了这队骑兵，他命右翼骑兵迅速组阵，稍微后撤，一旦形势不对，可以第一时间逃跑。最先进入大顺军视野的确实是大顺骑兵，但不少人都是带着伤，似乎经历了生死大战。紧接着后面又响起阵阵马蹄声，步兵们看清来的不仅仅是大顺骑兵时，后面还跟着追杀的关宁铁骑。刘方亮部内的明军最先反应过来，丢下武器，开始夺命而逃。这些人都是兵油子，一看战争形势不对，跑路都无比专业，一个带着2个，2个带着4个，顿时军心大乱。刘方亮傻眼了，本以为是援军来了，结果是败军。你看准情形，果断下令全军出击，一场屠杀在保定城外上演。
这场屠杀从黑夜杀到天亮。刘方亮在大战中发挥了刘贼的看家本领——遁逃。他本人仅率领1000余人往南遁去。多年的征战中，李自成的核心将领遵循以走制敌，打不过就跑，遇到硬茬子就跑。这种战略下，官军疲于奔命，后面各省巡抚实在都是把刘贼赶出自己底盘，就像朝廷交差，这种各自清扫门前雪的行为，迅速被刘贼抓住。朝廷坐看刘贼势力一天比一天大，又不得不在巡抚的上头设立总督，一般都是几省总督，以此总领几个省的军务，防止刘贼流窜。这就是总督这个职位的由来。此后一直延续下来，成为封疆大吏的官职，管辖一个省就是巡抚，比如河南巡抚、陕西巡抚；管辖2个省就是总督，比如云贵总督、陕甘总督、湖广总督等。这场大战下来，你缴获辎重粮、马匹、草无数，还有将近90万两白银。刘方亮部全军加上裹挟的百姓，一共2万多人，斩首4200人，伤残3000余人，更有5000余人投降，可谓大获全胜。一部战死300余人，伤800余人，大部分都是轻伤。很快收到你大胜的消息，周围的府县纷纷归附。大学士李建泰、知府何富和同知邵宗元更是带着酒肉来慰问。说起李建泰，你可是气不打一处来。历史上李自成攻打保定府，邵宗元组织军队守城，李自成部多次劝降，都被邵宗元拒绝。随后李自成部对保定发动了猛烈的进攻，但邵宗元死守不退。大学士李建泰带着几百残兵和几辆粮饷营车进入保定城，他非但没有帮忙守城，还劝守军投降。最终在李建泰的里应外合下，保定官员纷纷不屈而死。你给保定知府一些粮食，让他安顿好投降的百姓，保证不饿死人。另外分给邵宗元1000投降的明军，前去接收南直隶的州县。现在你要做一件大事，犒赏笼络人心。累了一天的关宁军，听说要犒赏，都是兴奋的不行。你这次要亲自给关宁军发银子，所有人一个人头20两银子，没有人头的5两银子，战死者发抚恤银60两，投降的大顺军每人2两银子。当传令官将消息传播出去的时候，经过一夜厮杀的疲倦烟消云散，大军到处都爆发出了惊呼，连投降的大顺军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他们加入大顺军就是为了口吃的。以前投降的明军更是很多年没见过白花花的银子。大明后期，明军的战斗力并不弱，但拖欠工资非常严重，这导致了士兵穿不暖吃不饱，养不活家人。有的士兵甚至卖马卖武器铠甲来换口吃的，根本无心打仗。进入犒赏环节，所有人列队完毕，亲兵还是喊名。李二狗杀敌2人赏40两。当李二狗从你手里接过沉甸甸的银两后，他向着你深深抱拳施礼，谢吴大帅。所有人的心情都是跟李二狗一样，对你充满了感激。眼看气氛烘托的差不多了，马宝开始高喊：兄弟们，是谁给我们发银子？所有人高呼：是吴大帅。是谁让我们有饭吃有衣穿？是吴大帅。我们应不应该效命吴大帅？应该最开始是你亲兵喊，后面所有人效忠的气氛迅速传染，连同投降的大顺军也在喊，喊声响彻天地。普通的士兵想的很简单，谁对我好我就效忠谁，其他我都不认。你通过这个举动完成了笼络人心的关键一步。时间来到3月初7傍晚，你在思索下一步的行动。现在你除了一手抓军事，另一手还得抓经济，2手都要抓，2手都要硬。如果没有自己的国库，你充其量也就是刘泽清、左良玉这样的军阀水平，无法更进一步。看着自己的存银，满打满算一共130万两，出发前给方光琛留了20万两，还剩100来万。这次抛去犒赏将士的银子，一共还有75万两，太少了。你自顾自叹息。此前大明朝廷每年预计收入1200万两左右，光辽东军饷都要花去很大部分。最多的时候，崇祯4年加征的辽饷达到了1000多万两，崇祯12年加征辽饷730万两。你必须再跟朝廷翻脸钱，筹集到足够的钱。眼下大明朝的财富主要集中在这几块，一个是江南士绅，江南一直是朝廷的钱袋子，尤其是江南盐帮，各个富的流油，东林党那些老东西，大部分都在江南有着大片巨额的不动产，但他们也属于大明统治阶级的一部分，现在不能动。还有就是山西的商帮，以山西的8大晋商为代表，明清时期他们垄断了军队的物资运输业务，赚的是盆满钵满。后面这些商帮胆子越来越大，仗着通行特权，干起了走私的业务，卖物资给蒙古贱奴，甚至李自成给钱就干，甚至朝廷的重要的军情也成为他们交易的筹码。另外就是大明的老朱家和朝廷勋贵，以藩王为代表，他们个个吃拿贪了200多年，个个膘肥体壮，尤其是河南府洛阳的福王，据说有300斤，财富少说也有几百万两。另外四川的蜀王，山东的鲁王，哪个不是行走的取款机？现在河南洛阳的青年宫广场，还有当年福王府的石狮子，因为太重了根本搬不动，真可惜，被李自成这厮抢了先。你愤恨地拍了大腿。等等，鲁王，山东孔孟之乡衍圣公孔应直，你对儒家这帮人可没有什么好印象，这帮人满口仁义道德，满肚子男盗女娼。至于这个孔应直，